大家好，今天来介绍两款系数同门的萤幕标注，或者是可以称作电子白板的工具，它们的名称是 PP Ink 以及 G Ink。这两个工具不仅是开放在 GitHub 上面所以是一个开放源码的专案，而且我们可以免费的来使用它。PP Ink 是从 G Ink 扩充来的，原先 G Ink 只提供了画笔的功能，那接着 PP Ink 就扩充了，增加了更多画笔以外的功能。比如说我们来做几个范例，现在在萤幕上面可以从它的工具列上面来选择它所有的功能，先选择画笔的一个颜色，再来指定画笔显示的一个形状。比如说我们现在要产生出矩形的这个形状，也可以加上说是箭头，箭头呢它会有一个磁性吸附的一个功能，可以很方便的让我们直接做物件跟物件中间的这个连结，也可以来画圆形、变更颜色，这些所有的功能都可以很方便的来完成。这些功能非常适合经常需要做简报或者是教学的朋友们来使用。今天的影片里面会先从它的安装开始来做介绍，接着我们再来讲 PP Ink 的设定。PP Ink 的设定比较复杂一点，那请各位一定要耐心的听到后面，以免将来在操作上的时候碰到了一些困难。接着我们就直接来开始今天的教学了。PP Ink 的安装很简单，只要到 GitHub 网站上面再点击它右边的这个 Releases， 然后进入它的 Releases 网页以后，找到它最新版本的 zip 档。它有两个 zip 档第一个是完整版本，第二个是精简版本。如果你有透过第三方软体或是其他工具做远端控制的需求的话，你就直接下载这个完整版。那当然你没有这些远端遥控的软体，也可以直接使用这个 PP Ink 这个版本。如果说你不需要远端遥控这些功能，也可以直接下载它这个 PP Ink S 这个精简版。这两个版本都可以让我们来自由的做选择。因为要做测试的关系，因此我下载了它的完整版。有了这个完整版下载解压缩以后，直接执行解压缩目录里面的 PP Ink.exe 就可以直接来执行。同时它也有跟 OBS 录影的一个整合的功能，有 OBS 录影整合需要在萤幕上面做标注这样子的需求的朋友请自行来做测试。因为我没有使用 OBS， 因此我就没有测试跟 OBS 整合的这个功能。那接着我们来看看要怎么来做设定。PP Ink 执行完以后，我们最好一开始就马上先来做设定，要不然你一开始就执行的话，有可能你会找不到游标，你会觉得好像怎么游标消失了。那如果碰到这种情况你只要按下 Escape 来脱离整个标注的一个模式，就可以让你的游标重新再出现了。那因此我们要先从我们的系统托盘System Tray 这边找到 PP Ink 的图示，点击右键，右键这边就有一个 Options， 我们就可以透过这个 Options 来做设定。建议大家先从设定画笔开始，也就是这个第二个分页Pens。那在这一边可以指定你要使用几个画笔，它有0到9，有这10个画笔可以来使用。有需要的画笔就把它给勾选起来。那后面呢，你可以自己来变更它的颜色，只要点击这个颜色这个地方，就可以自己来变更这个颜色，包括它的透明度等等都可以在这边来做设定。最下面这两个其实就是可以做透明度的设定了，但是我建议大家透明度不必从这边来变更因为它有特别专属的栏位。这个 Alpha 就是设定透明度的地方。预设有两个，第一个所谓的 Pencil， 那它这个就是实心的，那没有任何透明度的。然后或者是这个 Highlighter 预设是80，它就会是一个像我们现在荧幕上面看到的这个颜色一样比较淡黄色的。那这个是设定透明度。那我现在这边预设都是自己把它改成了128，就是有点透明，但是又不是太透明的颜色。然后还有画笔的宽度它的粗细都可以透过这个 Width 来做设定。它的下拉选单有3种，就是细的、一般的跟粗的这3种。但是它的粗的也是只有500。如果说你要非常粗我这边用的这个预设的画笔就是900。那请大家注意预设你启动了 PP Ink 以后，第一个会使用的画是有勾选的第一个编号最低的那一个。像我现在这个 Pen 0有勾选，因此我预设一进入 PP Ink， 它会马上使用到的画笔就是这个0号的画笔。那后面这个画出来的线条的它的样式也可以透过这边来做切换，看你指定任何的一个形状。预设的这一个就是一个自由的一个曲线。后面这个勾选就是说你这一个画笔使用了间隔了几秒，要让它可以自动做消失。这边是设2秒，我把它改成1秒。当你这个画笔出现了1秒以后，它就会自动消失。那因此你这个不同的这个画笔，你可以特别来指定哪几支画笔要有自动消失的功能，只要在这边做勾选就可以了。基本上画笔我们只要做了这些设定就可以了。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一般的设定首先第一列就是你的工具列上面有哪一些功能要显示出来。截图功能我不需要的话，我就把这个勾选给取消掉。没有
勾选功能，到时候我们出现的画笔它就不会有这一个功能。而画笔我把它拉上来，在这个地方大家就可以看到这边就已经没有出现截图的功能了。那假设你要把这个功能再重新启动起来的话，它才会重新再出现。那因此这些所有的功能呢，都是我们可以直接做开关的。然后接着它这边有一个所谓的 Clip Art， 就是我们的贴图。如果你需要贴图功能的话，你就把它给开启起来。这个贴图是什么意思呢？首先我们可以在工具栏里面它贴图会有4个按钮可以来用。第一个是选择贴图的形状，比如说我要选择这个笑脸符号，那有了这个笑脸符号以后呢，你可以点击这个插入，然后接着你就可以在你荧幕上面的任何地方插入这个贴图了。那你也可以去变更你预先设定好的贴图。这个是哭脸，这个是加星星，那这个星星呢是可以移动你的游标，它就会根据你的游标移动的形状呢，把你的星星给覆盖上来。那在这边呢都是可以来做任意的挑选不同的这个贴图的样式的。有所谓的这个 Enable Secondary Toolbar， 它的意思就是我们选择了我们的这个工具列以后，它有第2层的辅助的工具列。比如说我们点击了这个矩形，你如果希望出现这个辅助工具列的话，你就把这个选项给勾选起来。那如果你不想出现这个工具列的话，那就是把这个功能不勾选，当然就不会出现。到时候要怎么来变更不同的这一些样式呢？你就是在它这个按钮上面直接做点击，它就会切换到下一个。假设你要选择这个填充白色的你就要按1、2、3，要按3次的 click， 它就会变成这个白色的填充。它其实是可以把这个第2个工具列给显示出来，比较方便，可以直接做操作。这个 Show Pens on 2 lines 的意思是现在的画笔是只有1列，那你如果勾选起来以后，它就会变成是2列，因此就是会有5个这样子的一个呈现的方法。然后接着 Language 就是选择你的语言嘛，后面这个 Arrowhead 就是你可以再来变更箭头它的开头的这个符号可以自己来做变更。还有背景颜色，就是你启动了 PP Ink 以后，你的整个荧幕的背景是不是要套用某一种的一个特效，可以从这 Background Board 这边来做设定。一开始你的游标的形状有2种形式，你可以选择是我们目前的这种笔尖的形式，这个是笔尖的形式，或者是你可以选择箭头的形式。那我们来换一下看看，先功能关掉，然后进入设定，在这个地方呢，我们把它切换成是箭头，然后我们把它储存起来，然后请变更以后记得要按右下角的这个 Save to Files， 然后接着我们再按下你设定好的 Hotkey， 预设的 Hotkey 是 Ctrl-Alt 跟 G， 那出现以后你可以看到游标的形状就已经改变了，那这个就是所谓的箭头，把它按 Escape 脱离，然后接着再按右键进入这个 Options， 在这个 Arrow 呢再把它改回是这个 Pen Tip， 就是笔尖，然后接着就是是不是你一开始启动的时候就要做萤幕的截图，你需要的话就把它给勾选起来。然后还有呢 Toolbar Folded 这个功能就是你启动了 PP Ink 以后，要不要把它缩到最小的一个图示，按下 PP Ink 的快捷键，它会显示整个工具列。如果你希望启动的时候不要显示全部的工具列的话，我们就可以来做刚刚的这个变更的这个选项。我们把这个选项给勾选起来，然后储存起来，再关闭，然后我们再按一次。好，你会发现我们现在的工具列就变成是一个大于的符号而已。那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设定的这个选项的结果。你如果不需要看到整个完整工具列，你就可以把它勾选起来。Snapshot Strokes Only 是说你是不是在做截图的时候，只要把你画笔的内容给储存起来，那萤幕的内容不储存，那这种你就把它给勾选起来。你是不是要使用白色的图示？Use white tray 的意思是，如果说你视窗的主题是比较深色的，但是因为 PP Ink 它的图示它在系统托盘的图示也是深色的，你就会看不出它的形状。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把它改变成是白色的一个系统托盘的图示，像我就是把它勾选起来，因此就可以比较清晰的看到这个 PP Ink 的图示。那后面这个 Engage Pointer Auto Fold 是当我们在按 Auto Tab 的时候它的一个变化。还有后面这个你是不是需要聚光灯的功能？聚光灯的功能呢是直接按下 Alt， 它就会直接出现聚光灯，把它给关闭，然后启动它，接着再按下 Alt， 你看到这个就是聚光灯的功能。那这个就是整个 PP Ink 它的设定最重要的部分就在这个地方。后面这边会有一些什么网址，那这个是你有跟远端控制的这个需求的时候再来使用它就可以。然后这个 Hotkeys 就是设定的这些热键，请注意画笔0到10，它的这边预设的按键的号码是不一样的。那这个是按下1的时候呢，它会使用0号画笔，那按下5的时候呢，它会使用8号的画笔。
那如果说你觉得这个很难去匹配的话，那其实你可以把按键改成跟画笔的编号是一样的，那这样子可能在操作上面就比较不用去做记忆。所有工具列上面的功能都可以直接用 Hotkey 来做驱动。那它的 Hotkey 其实也很好记的，比如说我要画线的话，就是 L 表示 line 嘛，矩形就是 R， rectangle 的第一个 R， 椭圆形呢就是形状，就是 O 这个形状。那箭头就是按 A， 要数字出现的话就是按 N， 要输入文字就打 T， 要做修改就是 M modify。然后磁性它是用 magnetic 这个 G MAG 的这个 G， 然后 clip art 就用 C， 然后这些图形斜线、乘号、减号等等，那这些就是它的 Hotkey， 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自己来变更这些热键。那如果你需要跟 OBS 做整合，你就是把这第4个分页给开启起来，它就会有 OBS 整合的功能。那今天我们就是介绍了 PP Ink 跟 G Ink 可以免费来使用，真的是需要常常做简报跟教学的朋友，比如说像我在做 YouTube 的录影，就很适合来使用这个免费的工具。好，那希望今天介绍了这个 PP Ink 或者是 G Ink，G Ink 其实没有讲到啦，因为基本上它的操作方法都跟 PP Ink 是一样。那如果说你熟悉了 PP Ink， 这个 G Ink 也可以很快就可以直接来使用了。今天就不再特别做 G Ink 的介绍，希望今天介绍这2个萤幕标注跟电子白板的工具对大家将来的录影一些帮助。今天就介绍到这边，谢谢各位。